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《猛鬼街》系列中的第二个故事——弗莱迪的复仇。故事开始于一辆普普通通的中学校车，车子一路穿过闹市，将一个又一个学生送到了家门口，最后只剩下3个人：小红、小绿以及坐在倒数第2排的杰西。眼看就要到小绿的家，校车却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。小绿提醒司机，对方却毫无反应，反而猛踩油门，将校车开进荒野地带。这时候，司机的手上出现了钢爪手套，没错，他正是杀人魔弗莱迪。随着校车不断深入，天空阴沉入墨，电闪雷鸣。2个女孩吓得离开了座位，不断惊声尖叫起来。可车子却越开越快，杰西也吓坏了，眼睛里写满惊恐。最后，校车忽然冲出了路面，停了下来，可是周围的沙土却不断下沉。没过多久，校车下方仅剩2根土柱，摇摇欲坠间，弗莱迪转身站了起来，随着钢爪慢慢划过车顶，他也一脸狞笑着走向众人。惊慌失措的3人本能地退到了校车的最后一排躲，结果却导致校车彻底失去了平衡，随即重心发生偏移，轰然一声，又一根土柱倒了下去。弗莱迪举着钢爪杀了过来，眼看3人在劫难逃，下一秒，满身大汗的杰西尖叫着从床上醒来，还好这只是一场梦。杰西和父母刚搬来不久，一家4口现在住的房子正是第1部中南希的家。显然，杰西已经被梦境杀手弗莱迪盯上了，但杰西从未听说过有关他的故事，所以并没有把昨晚的噩梦放在心上。体育课上，杰西作为接球手，想在女友丽莎面前露一手，结果装酷失败。更糟糕的是，好基友格雷迪还不小心扒掉杰西的裤子，导致颜面尽失，当场射死。杰西暴怒之下和格雷迪扭打在一起，而旁边的同学则全部都在看热闹，没一个上前劝架。直到体育老师赶来，才控制住场面。一顿处罚肯定是免不了了，正所谓不打不相识。结束惩罚后的2人灰头土脸的去洗了个澡，随后在更衣室换衣服时，格雷迪和杰西聊起了身边的琐事。听说杰西一家搬进一栋有铁窗的白色大房子，格雷迪很震惊。他告诉杰西，之前住在这里的女孩亲眼目睹住在对街的男友被人杀死，之后女孩被父母关在家中，最后人都疯了，她的母亲也在客厅里自杀。格雷迪的话让杰西隐隐不安。当晚，杰西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于是大半夜到厨房找水喝时，却发现窗外有人。杰西一个人出门查看，结果看到弗莱迪在地窖的火炉中取出一样东西，这不就是梦里的那个男人吗？意识到危险，杰西试图叫醒父母，可惜外面却没有听到任何回应。刚转身就和弗莱迪来了个贴脸杀，不过弗莱迪并没有伤害杰西。看来弗莱迪已经不满足在梦里杀人，他要占据杰西的身体，在现实世界里为所欲为。杰西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，刚才的梦太诡异了。父母听到尖叫声，第一时间来到杰西床前。母亲看他浑身冒汗，想打电话叫救护车，然而却遭到杰西的拒绝。他声称只是做了个噩梦，缓一缓就好了。第2天在生物课上，杰西昏昏欲睡，突然一条蛇缠到他的身上，杰西感觉到异样，大叫着醒了过来。见他又一次出洋相，格雷迪幸灾乐祸的大笑。放学后，杰西要和丽莎出去约会，刚准备出门，却被父亲叫住，让他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，否则不准出去。好在丽莎很贴心，心疼杰西一个人忙不过来，特地过来帮忙。收拾东西时，丽莎在衣橱里找到5年前南希遗留下来的日记本，上面记录了她被弗莱迪追杀的经过，这让最近老是做噩梦的杰西十分不安。当晚睡梦中的杰西被高温热醒，他感觉自己屋子好像被人放进了烤箱，自己满头大汗不说，房间里的台灯被高温融化，就连 CD 也热得变形。杰西赶紧冲出了房间，随后鬼使神差般来到地窖，结果在火炉里找到一副钢爪手套。疑惑之时，梦魇弗莱迪再次出现，他让杰西戴上手套，看大小是否合适。杰西吓傻了，扔掉手套，转身就跑，刚走几步就被地上的水管绊倒。回头看去，弗莱迪已经消失不见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幻觉？就在杰西思考要不要去精神病院看看的时候，那副钢爪手套却真的出现在他眼前。隔天在学校，杰西把昨晚的事告诉了丽莎。丽莎开玩笑说，或许你有通灵的能力，就像电影里那些帮助警方破案的人。
杰西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搬家之前他从未做过这么诡异的梦。丽莎从杰西手上要来日记，看能不能研究出什么。晚上，杰西家的空调突然不起作用，室内的温度再次开始飙升，高温本就让人躁动不已，不料笼子里的2只小鸟也变得狂躁不安，冲出鸟笼不说，竟还灼伤了杰西的父亲。在屋子里一通乱撞后，鸟居然自爆了，一家人目瞪口呆。检查厨房，发现瓦斯并没有漏气，难道是吃的饲料有问题？虽然很离奇，但父亲认为动物不会莫名其妙自爆，这背后一定有科学的解释。实在找不到，那就是爱捣蛋的杰西，偷偷喂小鸟吃了炸药，故意搞个恶作剧吓唬他们。杰西却觉得父亲的想法非常不科学，当即气呼呼地转身离开。晚上，外面电闪雷鸣，杰西就像失了智，冒着大雨光着脚走了出去，来到一家乌烟瘴气的酒吧。杰西要来一瓶啤酒，可还没来得及喝，就被体育老师抓了个正着。他以未成年人不能喝酒为由，罚杰西在学校的体育馆里跑圈。不知跑了多久，杰西终于完成惩罚，一个人跑去浴室洗澡。与此同时，体育老师将跳绳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，没想到接下来怪事一件接着一件。柜子里的篮球到处乱飞，棒球也从罐子里弹射而出，似乎房间里存在某种神秘力量。体育老师趴在地上，才一次次躲过袭击，但危机并没有解除，桌上的跳绳竟自己动了起来，丝滑地绑住老师的双手，生生将他拖进洗澡间，非常专业地给他挂在了淋浴间。紧接着，毛巾好像活了过来，不停抽打着老师的臀部，画风一时间变得越来越不对劲。突然，罪魁祸首弗莱迪从雾气中缓缓走来，锋利的钢爪重重划在老师的后背。体育老师惨叫着领了盒饭。随后，浴室之中的水蒸气逐渐散去，镜头里的弗莱迪早就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戴着钢爪手套的杰西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。他已经变成弗莱迪的傀儡。当杰西冷静下来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2名巡警发现杰西光着身体在公路上游荡，于是将他送回家中。父亲以为杰西嗑了药，想问他具体情况，杰西只是简单的否认，并没有过多的解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杰西不顾母亲阻拦，坚持要到学校去。夫妻俩也因为儿子发生争吵，母亲想带杰西去看心理医生，父亲却认为大可不必，儿子最需要的是戒毒。杰西这边，他刚到学校就听闻体育老师的死讯，原来昨晚不是梦，老师真的死在了洗澡间。晚上，杰西害怕的睡不着，听到抽屉里声音，他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他早就丢进垃圾桶的钢爪手套。看着看着，手套动了起来，弗莱迪的声音也在杰西的耳边响起，蛊惑他继续杀人。这时，他听到妹妹的房间传来歌声，神经紧张的杰西赶紧过来查看，结果却看到妹妹一边跳绳，一边哼唱着有关弗莱迪的恐怖童谣。隔天一大早，杰西问父亲，为什么这栋房子在过去的5年时间都没卖出去？父亲说他也不清楚。当被问到知不知道这栋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时，父亲支支吾吾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，因为被房子的低价吸引，所以对家人隐瞒了这一切。妹妹被吓到，赶紧躲到父亲的怀里。母亲虽然也有意见，但买都买了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就在这时，一股烧焦的味道迎面扑来。杰西转过头，发现面包机居然着了火。诡异的是，他压根儿就没插电。丽莎通过日记以及多年前的旧报纸查到弗莱迪的更多信息，于是带着杰西来到早已废弃的发电厂。这里是弗莱迪生前藏匿的地方，被他抓来的20多个孩子也都是在这里遇害的。丽莎认为杰西和弗莱迪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应，然而杰西找了一圈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入夜，杰西把睡熟的妹妹叫醒，似乎弗莱迪又一次占据了主导。好在杰西及时刹车，才没有伤害妹妹。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，杰西不得不服用提神药物。第二天在学校，看着顶着熊猫眼的杰西，丽莎很担心。经历了这一切太过离奇，家人已经觉得他不太正常，担心被大家视作异类，杰西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周末的晚上，丽莎在家举办了一场泳池派对，赶来参加的同学们玩得不亦乐乎，唯独杰西没有心情。见他一个人离开派对现场，丽莎找过来想和他好好谈一谈。丽莎的温柔体贴令杰西十分触动，情到浓时，两人都有些忍不住。
然而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，紫黑色的长蛇突然从杰西的嘴巴里伸出来。好在丽莎并未发现，担心会伤害到她，杰西穿上衣服选择离开，而他莫名其妙的举动也让丽莎崩溃不已。杰西找到格雷迪，希望他能收留自己一晚上。杰西坦言，杀死体育老师的人是他，但又不是真正的他，而是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邪恶力量。昨晚在妹妹的房间，还有刚才在派对上，他都感受到了这股力量。杰西说的太玄乎，格雷迪不相信，也在他的意料之中。杰西请求格雷迪今天晚上好好看着他，一旦发现他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，必须立刻阻止。要是他想离开房间，就直接打晕，别手软。虽然不知道杰西怎么了，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格雷迪最后还是答应了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肯定会发生。杰西躺在沙发上渐渐入睡，格雷迪看了会儿无聊的电视，困意来袭。眼看杰西已经睡着，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，于是格雷迪也心安理得地躺下了。然而没等他睡着，杰西却惊恐万分地坐了起来。他再次感受到那股力量，而且这次和以前明显不同。钢爪从杰西的指尖伸了出来，紧接着他的胳膊皮开肉绽。万万没想到，弗莱迪不按套路出牌。这回他并不是操控杰西去杀人，而是以他的身体为媒介，从梦境世界来到了现实。随着弗莱迪破膛而出，杰西悲惨地领了盒饭。目睹整个过程的格雷迪吓傻了，要命的是卧室的门怎么也打不开。父母听到声音赶来，门从外面依然打不开。格雷迪被恶魔掐着脖子举了起来，钢爪划破木门，留下鲜红的血迹。格雷迪毫无反击之力，悲惨下线。看着好友的尸体，杰西再次恢复理智。原来杀死格雷迪的仍然是被恶魔操控的杰西。杰西无法接受现实，陷入崩溃。听到门外格雷迪的父母要撞门，杰西只能跳窗逃跑。当丽莎再次见到他时，杰西仍惊魂未定。他告诉丽莎，弗莱迪占据了自己的身体，操控他杀死了格雷迪。然而丽莎却认为杰西一定是受了太大的刺激，才变得精神错乱。不管杰西怎么解释，他都不相信弗莱迪是真实存在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派对上也开始不对劲了。先是香肠无故着火，随后啤酒瓶也自动打开。这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让丽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她拿出南希的日记本，最后一页写着是受害者的恐惧，给了弗莱迪无尽的能量。只有战胜恐惧，他才会消失。丽莎鼓励杰西勇敢地和弗莱迪对抗。说着说着，杰西感觉到了危险，他让丽莎赶紧离开。丽莎不愿放弃，继续鼓励杰西：既然是你创造了他，你同样也能毁掉他。虽然杰西明白这个道理，但弗莱迪太过强大，想要战胜他并不容易。派对现场的灯接连自爆，这时泳池里的水沸腾起来，派对上的人吓得躲进房间里。而杰西这边短暂的抗争过后，他失败了，弗莱迪再次主导他的身体。情况不妙，丽莎连忙逃跑，可眼下房子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人又进不来，丽莎只好拿起桌上的餐刀，让弗莱迪不要靠近。关键时刻，杰西的意识短暂的苏醒，他请求丽莎杀了自己，丽莎却不忍心。没办法，杰西凭借最后的理智冲出房子，下一秒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一切恢复正常时，弗莱迪杀回了人群中，大家吓得四散逃跑，可惜来不及了。房子四周燃起的火焰将所有人困在原地，派对现场瞬间乱作一团。弗莱迪终于等到大杀四方的时刻，危急关头，一个头铁的小伙子站了出来，他劝弗莱迪冷静，还问他想要什么，大家会想办法解决，没必要打打杀杀。可弗莱迪想要的正是在座各位的性命啊！弗莱迪刚把小伙子甩到一边，丽莎的父亲便带着猎枪来到现场，在扣动扳机的最后一刻被赶来的丽莎制止，一旦中枪，死的肯定是杰西。或许是丽莎的出现唤醒了杰西的意识，弗莱迪停止杀戮，离开了这里。丽莎猜测他一定是去了发电厂，于是追了过去。虽然门口有两只面目狰狞的变异狗守着，丽莎仍坚定地走了进去。谁知这里不仅狗是变异的，连猫都是。一只小老鼠前脚刚出现，后脚就被变异猫一口炫进肚子里。丽莎吓了一大跳，还没缓过来，弗莱迪出现了。丽莎试图唤醒杰西的意识，一番走心告白成功削弱了弗莱迪的攻击能力。然后丽莎放出终极绝招，直接亲吻上去。
爱的魔力果然强大，弗莱迪瘫软在地，无法反抗。这时，周围燃起了火光，弗莱迪痛苦尖叫，直到被火焰消融。当大火退去，杰西撕掉弗莱迪烧焦的脸，回到了丽莎身边。新的一天，噩梦不在，杰西轻松地坐上校车，汽车越开越快，他很紧张，连忙叫停。同学们都觉得他太过敏感。很快，校车停下，又一个学生上了车。坐在后排的凯莉安慰杰西放轻松，一切都已经过去。不料话音刚落，弗莱迪的鬼手竟穿透凯莉的胸腔。之后，汽车飞快驶向荒野。而这一幕不就是故事开头杰西梦到的场景吗？没人知道校车的终点在哪里，也没人知道车上的结局如何。故事到此戛然而止。猛鬼街系列最核心、最迷人的设定便是一梦一幻的梦境杀人，现实与恶魔之间的无缝交错，以及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创造出各种奇思妙想的杀人手段。显然，第二部已经丢掉了这个元素，从梦中杀人变成现实杀人，以至于在梦中无所不能的弗莱迪变成了一个变态杀手，人物最大的特色也因此丧失。导演的初衷或许是想突破第一部的框架，让观众更有新鲜感，结果却让这部电影变成了整个系列中最不像猛鬼街的作品。当然，只把它当成普通的虐杀恐怖片，倒也在水准之上。尤其是弗莱迪从杰西身体里破壳而出的场景，非常血腥，非常 cult， 想象力也非常大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